到底是不是我爸爸？我们在开会，你先出去吧。你回答我，你到底是不是我爸爸？我们在开会，出去。我不，你现在就出去！我不，先出去！我不，你到底是不是我爸爸？抱走。你回答我，你到底是不是我爸爸？放我下来！放我下来！放我下来！我问你话，你回答我！你到底是不是我爸爸？我究竟是谁的儿子？你放我下来！我问你呢，你到底是不是我爸爸？我究竟是谁的儿子？我就是想知道网上那些人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你到底是不是我爸爸？你说呀！浩明，妈，我去晨晨学校了，老师说司机已经把他接走了。晨晨自己跑到公司来了。啊，您放心，人没事。好的。我让司机送他回家。如果你是我爸爸，你为什么要让我叫你哥哥？我妈妈在哪儿？她到底是谁？你为什么要骗我？你是不是根本就不想要我？我知道你现在有很多疑问，先回家。商晨，晨晨，喂，小陈总，晨晨正等红灯的时候，打开车门自己跑掉了。等我追过来的时候，已经找不到他人了。晨晨，你怎么在这儿啊？韩叔叔，今天的事儿我都知道了。我知道你现在心里一定很不好受。走，带你回家。我不回。那你想不想知道你妈妈是谁？想。那我带你去见她。你不是说要带我找我妈妈吗？为什么要带我来这儿？为了保护你妈妈的身份不被别人知道。哦，我明白了。现在呢，我带你进去找个地方休息，你就在那儿等我，千万别乱跑。我去接你妈妈过来，好不好？好。韩卫平，等警察来。晨晨在哪儿？行吗？你这是干什么？我又没有伤害晨晨，伤害他的是你们。孩子想知道自己的亲妈是谁，他有错吗？是你们把他骗得团团转，不是我。晨晨在哪儿？当然了，最里面那间。晨晨，浩明，没事吧？啊？辛苦警察同志。没关系，我们应该做的，孩子安全。一会儿回去之后，麻烦配合我们做个笔录。没问题，辛苦你们了，小心啊。没事。
原来沈浩明此次前来是特意送离婚协议书的。许妍的心情瞬间变得复杂起来，结果协议书的他正欲关上门，平复一下内心的波澜，沈浩明却突然伸手拦住了他。他表示希望与许妍亲自核对离婚协议上的每一条款项，确保双方都没有异议。许妍无奈只得让他进了屋。沈浩明刚坐下不久，吹干衣服的于一鸣也恰好从房间里走了出来，三人面面相觑，气氛一时有些尴尬。在于一鸣和沈浩明相互介绍彼此的身份后，于一鸣似乎察觉到了什么，他匆匆找了个借口离开了这个略显压抑的空间，给许妍和沈浩明留下了单独交流的机会。沈浩明重新将话题拉回到离婚协议上，他指出协议中有一条要求许妍以后未经许可不得对外公布与沈家相关的任何消息，必须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以免给沈家带来不必要的麻烦。许妍听后认为自己一直以来都行事谨慎，从未有过任何不妥之处。我知道这个于一鸣是你姐的男朋友。其实你不该做生意的，你应该去当间谍。只是善意的提醒。我也提醒你，明天就是8号，民政局见。随后第二天，两人一同前往民政局办理离婚手续。然而到了民政局后，他们却被告知现在离婚有冷静期，需要1个月之后二人再次前来办理，才能正式完成离婚。这个消息让两人都感到有些无奈，但也只能接受现实，各自回家等待。沈浩明回到家后，发现家中气氛异常压抑。弟弟沈浩辰因为吃不到许妍做的菜而闷闷不乐，他认为是沈浩明惹许妍生气了，才导致他离家不归。沈浩辰一气之下独自回到房间。沈母看着桌子上的鱼，眉头紧锁。他觉得这道菜远没有许妍做的好吃，心中不禁涌起一股失落感。他觉得自己失去了一个看上眼的媳妇，心情愈发糟糕，最终也生气地离开了餐桌。就连沈父看着一家人如今这个样子，也默默地走开了，只留下沈浩明一个人独自坐在餐桌前，面对着满桌的冷菜残羹。他突然意识到，原来许妍在家庭中的地位和作用远比他想象中的要重要得多。晚上，沈浩明来到沈浩辰的房间，他看着床上的相册，里面全是许妍陪着沈浩辰一起度过的开心日子。那些照片中的笑容让沈浩明不禁陷入了沉思。他开始意识到，许妍不仅仅是一个妻子，更是这个家庭中不可或缺的一员。第二天，沈浩明来到公司后，便迎来了一场关于他加入董事会的投票。然而投票结果却出乎他的意料，一共13人的投票中，反对票和赞成票都是6票，只有沈父还没投票。在众人的目光之下，沈父毅然决定投下了反对票。我反对。7票反对，6票通过。沈浩明无法加入董事会。等到沈浩明跟着父亲来到办公室之后，沈父才说起了真正的原因。原来沈父之前在门外意外地听到了股东们对沈浩明的评价，他们认为沈浩明在英国留学期间私生活混乱，之所以能进入公司，完全是靠父亲的关系，因此他们不想让一个私生活不检点、靠关系上位的人加入董事会。随后沈父又说起了沈浩明在留学期间留下的种种问题，以及因为无法与门当户对的人结婚而引发的家庭矛盾。他甚至指责沈浩明欺骗父母有关许妍家庭的情况，导致现在家庭关系紧张，婚事也未能妥善处理。沈父越说越生气，他对沈浩明的表现感到极度失望。去长安县，把子公司工程延期的那个事情给我搞清楚，不弄清楚就不用回来。脱离沈家的资源庇护后，许妍的求职之路荆棘丛生。曾经在新闻主播岗位上得心应手的她，如今想找一份相关主播工作都困难重重，简历投出去无数，回应却寥寥无几。就在许妍几乎要灰心丧气之时，朋友及时出现，带着她去见了一位老板。这位老板看在朋友的面子上，给了许妍一个当主播的机会。许妍满心欢喜，以为终于迎来了转机。然而当她得知这个主播工作是网络带货主播时，心里还是有些忐忑，毕竟这和她以往的新闻主播工作有着很大的差异。试播开始了，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618舒适家纺直播间。舒适家纺以全球闻名的实验品牌形象。许妍下意识地用起之前新闻主播的口吻来直播，她试图以专业的形象来吸引观众，可没过多久就被叫停了。原来网络带货主播需要的是更加活泼亲切的风格。为了帮助许妍尽快融入这个行业，老板决定亲自带她感受带货的节奏和氛围。老板在镜头前熟练地介绍产品，气氛十分热烈。许妍在一旁也试着模仿老板的样子开始带货。突破底价，突破底价，有了，来跟我说，来，忘掉播音腔，忘掉播音腔，打开新世界，打开新世界。哎，对，保持住个激情。可还没说几句话，他就开始咳嗽起来。老板见状，无奈之下只能让他先回去休息。在一次直播中，陈琳偶然刷到了许妍的直播间，并将这一消息告诉了沈浩明。于是当沈浩明看到直播间里的许妍正在热情地推销无骨鸡爪时，他的目光被一个疯狂下单的观众所吸引。查看头像后，他
他发现这个人竟然是沈浩辰，于是一场无声的较量在直播间里悄然展开。沈浩明也加入了疯狂下单的行列，与沈浩辰争起了榜1大哥的位置。然而最终还是沈浩辰更胜一筹，稳稳守住了榜首。这50、70、100的，这好几百单了，能吃完吗？搞批发的？你管他是不是搞批发的呢？这就是他直播间的金主爸爸，妥妥的榜1大哥。许岩从未料到，在直播间里那个疯狂下单、占据榜1大哥之位的温暖的港湾，其真实目的竟是为了与他见上一面。面对这份突如其来的关注，许岩内心五味杂陈，本打算婉言拒绝这份不期而遇的邀约，然而直播公司的老板却极力劝说许岩把握住这次机会，认为这或许能为他的直播事业带来新的突破。在工作的重压与老板的期许下，许岩最终无奈妥协，接受了与榜1大哥见面的提议。约定的日子如期而至，许岩踏入了一家静谧的咖啡店，心中暗自揣测着即将见面的榜1大哥会是何等模样。他原以为会是一位中年男士，却不料被告知并不是他。正当他四处张望，心中充满疑惑时，一个熟悉的身影悄然出现在他的身后。嫂子，竟然是沈浩辰。原来沈浩辰因长久未能见到许岩，心中思念难耐，无奈之下才想出了这个别出心裁的办法。榜1大哥，温暖的港湾。我们老师教我的，家就是温暖的港湾。你们老师说的对。晨晨，直播间里下单的钱哪来的？他借助阿姨的手机，以榜1大哥的身份在许岩的直播间疯狂下单，只为能引起他的注意，进而获得一次见面的机会。阿姨得知此事后，出于对许岩的关心与帮助，也欣然同意了这个计划。然而当许岩得知真相后，却并未因此感到开心，反而觉得这份见面方式过于刻意。他执意将下单的钱转给阿姨，并明确表示不希望沈浩辰在任何的直播间下单。面对许岩的坚决，沈浩辰只得坦白，那几百单的无骨鸡爪，他以悉数送往了沈浩明经常捐助的福利院。这份善举让许岩对沈浩辰的印象有所改观。沈浩辰趁机提起，自从许岩离开后，沈浩明一直陷入深深的困苦之中。他看得出哥哥对许岩的思念之情，他恳求许岩能够回家，重新回到沈浩明的身边。然而许岩却只是默默聆听，未做任何回应。沈浩辰也补充道，沈浩明因工作原因出差去了外地，家中只剩下他一人，倍感孤独。还记得我的手机号码吗？记得就可以打电话给我。如果你想我的话，打电话给我，我就来接你，想去哪儿玩都可以。次日，许岩如往常一样开始了他的直播带货。然而这一次，一个不速之客的出现打破了直播间的平静。方磊在直播间内公然指责许岩，称她是一心想要嫁入豪门的捞女。这种言论瞬间引发了直播间的轩然大波。面对直播间内突如其来的指责，许岩一时之间竟不知如何应对，直播间陷入了短暂的沉默与尴尬。为了化解这场危机，许岩急中生智，拿起一个垃圾袋，将自己装了进去，以一种幽默而自嘲的方式缓解了紧张的气氛。虽然这一举动暂时平息了风波，但事后许岩还是被老板狠狠训斥了一顿。老板认为许岩在直播中的沉默与不当处理，给公司带来了不小的损失。更令他不满的是，许岩还将榜1大哥给弄消失了，这无疑是对直播资源的一种浪费。为了阻止类似情况再次发生，老板决定让许岩参加户外带货直播。在户外直播中，许岩依然展现出了他对待工作的认真与热情。他顶着太阳，耐心地为观众介绍每一款产品，用他的真诚与专业赢得了观众的认可与喜爱。与此同时，沈母与他的朋友们在一次聚会中聊起了许岩。当得知许岩正在创业，众人纷纷表示，相对于这种不稳定的工作，还是新闻主播这样的职业更为稳妥与体面。甚至有人开始怀念起许岩在新闻主播岗位上的风采。就在这时，方磊再次出现在众人面前，他热情地邀请各位阿姨参加一个活动，却没想到这个心怀不轨的女人竟然将众人带到了许岩带货的现场。阿兰，是我眼花了吗？那个女孩是妍妍吗？当沈母与朋友们发现许岩正在这种环境下工作时，心中不禁涌起一阵复杂的情绪。沈母本想上前与许岩打招呼，却似乎碍于面子而犹豫了。而众姐妹则开始纷纷吐槽，认为许岩在这种环境下工作，实在是有损沈家的风评与形象。他们的话语中充满了对许岩的不解与失望。你再怎么说也是沈家的儿媳妇，卖大米鸡蛋，这么自降身价，只会叫人瞧不起。什么叫自降身价？谁瞧不起谁啊？往上数3代，谁家不是农民？咱们几个才有钱几天啊，就忘本了。今天散了吧。曾经的沈母对许岩百般挑剔，处处看不顺眼。
然而当他真切感受到许妍内心的情感与坚韧后，他开始坚定维护许妍，诉说起曾经的种种经历，让众人都感受到了许妍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女孩。为了帮助许妍，随行的阿姨留下购买许妍在直播中带货的商品，沈母还特意吩咐司机下车，要求每样商品都买上100份。许妍看着眼前这热闹又带着温情的场景，再抬头望向车上的沈母，心中五味杂陈。她深知自己此刻仍在沈家的庇护与帮助下，也真切地感受到了沈家人那份沉甸甸的关心。然而一直忙碌于户外直播事务的许妍，直到晚上才处理完所有的事情，疲惫不堪的她正准备收拾东西回家，却意外地看到了开着奔驰大 G 前来的沈浩明。不是外派到外地公司了吗？回集团述职。许妍本以为沈浩明这次前来是要与他商讨离婚协议中的具体内容，然而沈浩明的话却让许妍大吃一惊。他劝说许妍放弃现在的直播带货工作，回到曾经的新闻主播岗位。为了表示诚意，他还拿出了一张卡，承诺以后会定期往里面打钱，确保许妍生活无忧。但许妍深知自己必须斩断和过去的一切联系，才能真正开始新的生活。他毅然拒绝了沈浩明的提议，并坦言自己和沈浩明从小到大接受的教育、经历的事情都不一样，他只能抓住一切向上的机会，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在他看来，自己不会是沈浩明的对手，而如今的局面也是因为自己当初的选择导致的。他愿意接受一切的结局。既然决定了要离婚，那只好彼此就做陌生人。我走了。留在原地的沈浩明直到这一刻才如梦初醒，他终于明白，原来曾经有一份美好的婚姻摆在自己面前，他却不懂得珍惜。直到失去许妍之后，他才后悔莫及，但如今一切似乎都已经无法挽回。第二天，许妍像往常一样来到公司，却被老板叫到了办公室。原来老板因为昨天的大卖，意外得知了许妍的真实身份竟是沈家的儿媳。老板心中顿时打起了小算盘，他决定让许妍利用婆家的关系进行带货，专门推销那些高端的女装。他幻想着当那些高端的社会人士穿上这些衣服出现在直播间后，销量一定会瞬间飞起。然而许妍想都没想就拒绝了老板的提议。他深知曾经的自己就是凭借着沈家的关系，从默默无闻的编辑成为了新闻主播，但那并不是他真正想要的生活。他不想再依赖任何人的关系来获得成功。拒绝后的许妍本想着结算自己的工资后便离开这个让他感到压抑的地方，然而当老板打开工资单后，他却发现原本是2万的工资，经过各种扣除后，竟然只剩下了1400元。老板还振振有词地说需要支付助理网络支持等费用。更让许妍感到气愤的是，老板还试图蛊惑他继续打造豪门人设，利用沈家的名气来吸引更多的观众和买家。工资明细，麻烦发我邮箱。我不干了。之后的许妍来到了姐姐家中，帮助姐姐将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后，她看着姐姐在处理化妆品。就在这时，姐姐的电话响起，原来是姐姐的朋友瑶瑶在比赛中落选了，心情低落。姐姐打算前去安慰她，知道许妍现在不忙，便带着她一同前往。等到众人见面后，许妍看着瑶瑶设计出的衣服，眼中闪过一丝认可与赞赏。她真诚地表示自己看出了瑶瑶在设计上的用心与才华，但是她也指出了成品和线稿之间存在的很大差异。就在这时，瑶瑶无奈地说起自己是因为没钱才只能完成这个半成品。她感叹到服装设计实在是太耗钱了，每一样材料都很贵，模特拍摄也需要自己出钱。众人才恍然大悟，原来任何的梦想想要实现真的是很不容易。许妍看着瑶瑶，仿佛看到了曾经的自己，那个为了梦想而不断拼搏、不畏艰难的自己。自从许妍和姐姐从梦想破灭的瑶瑶那里回来，一路上许妍的思绪飘回了初到荆州的日子。那时的她和瑶瑶他们一样，怀揣着对未来的憧憬，却也不得不为生活的柴米油盐而奔波。荆州这座繁华的大都市，看似机会遍地，实则暗流涌动，每一步都需小心翼翼，因为一旦走错就可能失去在这座城市立足的资格。许妍深知在这个竞争激烈的城市里，安全感是多么的难能可贵，这也是她当初为何那么渴望嫁入沈家，渴望得到沈浩明的庇护。她以为有了沈家的背景，自己就能在这座城市里站稳脚跟，不再为生活的琐碎而烦恼。然而现实却给了她沉重的一击，谎言构筑的婚姻终究如泡沫般易碎，她失去了沈家儿媳的光环，也失去了那份看似稳固的安全感。但许妍并不后悔自己曾经想要改变命运的想法，她明白只有靠自己的双手，才能真正在这个城市里扎下根来。活着真的太贵了，我想试试。啊？什么？想试试？想试什么？与此同时，沈浩明那边的工地也并不平静。工地的负责人将材料采购资料交到了沈浩明手中，出来后的负责人还信誓旦旦地跟手下人说，沈浩明绝对查不出任何问题，他们打算一步步给沈浩明使绊子，最终逼走他。果然没多久，一个名叫王德福的人就来到了工地上闹事。沈浩明闻讯赶来，面对王德福的无理取闹，他冷静地指出，当初拉着他进入这个项目的人是吴成明，而且吴成明的借款是私人行为，与他们工地的公司毫无关系。他还告诉王德福，这件
事情公安机关已经介入调查，相信很快会有一个公正的结果。然而王德福却不依不饶，他声称是因为当时看中了这个工程的前景，才借钱给吴成明的。现在工程出了问题，公司必须负责。双方各执一词，矛盾逐渐激化，眼看着就要动手。王德福见势不妙，便耍起了无赖，声称以后还会继续上门来闹事，然后暂时离开了工地。另一边，辞职后的许岩并没有沉浸在失去工作的痛苦中，而是开始了自己的创业计划。他找到了乔林的朋友们，4个人一拍即合，决定共同创建一个服装品牌。他们计划先从线上销售开始，逐步积累客户和口碑，然后再向线下市场拓展。然而创业的道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当众人听到这个计划时，都打起了退堂鼓。毕竟之前的失败让他们几乎喘不过气来，谁也不敢保证这次能成功。但许岩却毅然决然地拿出了自己15万的存款作为创业基金，他的坚定和勇气感染了其他人。于是万众期待的研一方正式成立了。创业初期，众人分工明确，瑶瑶负责设计制作衣服，罐罐则担任模特，许岩则负责视频的剪辑和后期制作。然而当他们满怀期待地将视频上传到平台后，却发现点赞数寥寥无几，粉丝增长也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众人也被这笔数据彻底打败了。然而就在乔林回家的路上，她意外地遇到了自己的前男友。前男友似乎还想纠缠她，试图重归于好。就在这时，于一鸣突然出现，他站在乔林面前，坚定地让前男友不要再继续纠缠。随后他向乔林表达了自己的心意。你敢说你喜欢乔林吗？就此时此刻，当着我们俩的面。我喜欢他，拉着他离开了那个让他感到尴尬和不适的场景，两人的关系也在这一刻变得微妙起来。等到乔林第2天来到许岩家中时，发现众人都有些沮丧。原来他们的视频发出去1天后，只涨了11个粉丝，这个数字对于他们来说无疑是沉重的打击。但许岩并没有放弃，他开始思考如何改变现状。他想到可以将严一方的民族服饰元素融入日常的衣服中，让即使是普通人也能在日常穿着中选择严一方的衣服。于是他们决定改变方案，将思路转向日常服装的设计。所以我们更应该让大众喜欢民族风的服饰。那产品我们是不是应该突出它的功能性和大众性？众人开始了新一轮的创作计划，虽然前路依然充满未知和挑战，但严一方的团队并没有放弃。他们相信只要坚持下去，一定能够在荆州中闯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当曾经习以为常的陪伴骤然消散，沈浩明才知道自己的生活是有多么需要许岩。可当他下意识打开手机直播间，想要寻觅他的身影时，才发现那个熟悉的直播间早已没了许岩的踪迹。失去了许岩行踪的他，内心瞬间被失落填满，仿佛生命中缺失了一块重要的拼图。在创业的道路上，从来就没有一帆风顺的坦途。许岩怀揣着梦想与热情开启创业征程，可现实却如同一盆冷水，无情地浇灭了他最初的热情。严一方的创业计划实施没多久，资金便如流水般迅速消耗殆尽。无奈之下，许岩只能亲自出马，四处拉投资。他一家一家的上门介绍自己的项目，也频繁参加各种酒局，在觥筹交错间努力推销自己的创业理念。然而一次次的努力换来的却是一次次的失望，无论他如何苦口婆心，最终都没能成功拉来投资。这天，许岩又从一场酒局中失意而归，他脚步踉跄，醉醺醺地走在回家的路上。此时的他全然不知，沈浩明正静静地守在他家楼下看着他。沈浩明亲眼目睹了许岩此刻狼狈不堪的模样，心中五味杂陈。当看到许岩因醉酒不小心将东西掉落在地上时，沈浩明下意识地准备下车去帮他。可就在他打开车门准备迈出的那一刻，他突然想起了两人已经彻底分开的现实。尽管此刻他内心深处早已回忆起许岩的好，满心都是想要挽回的念头，但理智却告诉他一切都已无法回头。就在沈浩明内心挣扎，准备转身离开的时候，乔林出现了。你在这儿干嘛呢？我来看一下妍妍。不需要，我今天也想替我妹妹说句话。乔林看到沈浩明后，便开始说起许岩和他之间的事情。他认为许岩固然有错，但沈浩明也并非毫无责任。当初许岩拼尽全力想要挽回他们之间的感情，可沈浩明却执意要分开。如今走到这一步，是双方共同作用的结果。而此时的沈浩明内心其实是真心想要帮助许岩的，只是碍于种种复杂的情感和现实因素，他终究还是没能迈出那一步。我是真心想帮他的，可是他拒绝。你帮我劝劝他。我劝不了，我劝不了一点。我们妍妍现在一分一毛都不是在用你的了，你要不然赶紧走吧，以后也别再来了。第二天，许岩像往常一样告别客户，继续为严一方的未来奔波。就在这时，酒会上认识的蒋亮突然出现在他面前。蒋亮看到许岩出现在这里是为了找投资，脸上满是难以置信的神情。他由此推测许岩和沈浩明之间的关系真的已经破裂了。许岩却平静地表示，这和投资并没有关系。说完便准备离开。蒋亮趁机拿走了许岩的投资计划，仔细研究起来。很快他便发现了其中的问题。如今短视频平台热度居高不下，粉丝博主数量众多且竞争激
激烈，许岩想要在这个市场中脱颖而出，难度极大。而且许岩团队设计的衣服虽然质量不错，但却缺乏独特的特色，很难在众多竞争对手中吸引到投资人的目光。蒋亮还指出，许岩不应该仅仅将目光聚焦在项目本身，而应该从投资公司的角度出发，深入了解投资公司的侧重点，这样才能提高获得投资的几率。你站在投资人的角度上，你会投这个项目吗？以现在的成色，我不会投。说完这些，蒋亮还主动提出可以介绍一个免费的摄影师给许岩团队。许岩觉得这或许是个不错的机会，于是二人便顺理成章地加上了微信。另一边，沈浩明在成安县的工程上遇到了不少麻烦，但他凭借着自己的能力和智慧，成功解决了问题，并顺利返回了总公司。虽然回到总公司后，他依旧处于坐冷板凳的状态，但沈浩明并没有气馁，他心中早已有了新的计划，打算从一对即将回国度假的巴莱金夫妇入手，与他们展开合作，以此推动金达的海外市场拓展。为了能够顺利达成合作，沈浩明安排陈琳先去打探巴莱金夫妇的口风。陈琳费尽周折找到了巴莱金，然而巴莱金却对工作的事情毫无兴趣。此时的他心中只有自己的妻子，只希望能够陪着她度过一个轻松愉快的假期。在他看来，人生中最重要的是家庭，工作只是生活的一部分，不应该占据太多的时间和精力。他享受与家人在一起的每一刻，不愿意被工作上的事物打扰这份宁静与美好。你应该还是单身吧？是的。等你结了婚就知道，事业不过是人生的一小部分。衡量一个男人的成就，不是金钱，也不是地位，而是看他创造怎样的一个家。我想跟你谈一笔生意，知道你创业有资金困难，就当做给你一个融资的机会吧。让人万万没想到，沈浩明在事业中又一次陷入了需要许岩出手相助的境地。原来沈浩明通过多方打探，得知此次合作的关键客户极为注重家庭氛围，无奈之下他只能硬着头皮再次拨通了许岩的电话。见到许岩的沈浩明故作镇定，却又带着一种难以掩饰的高高在上，提及许岩目前创业面临的资金困境，提出若许岩能与他达成合作，便给予他所需的投资。是你遇到的困难比较大吧？要找我帮忙，就不要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然而许岩一眼便看穿了沈浩明此刻的窘迫，明白他定是遇到了极为棘手的事情，才会如此急切地找上自己。沈浩明见状，知道自己无法再维持那副高姿态，只得放下身段，诚恳地向许岩说明情况。他表示需要许岩和自己再次以夫妻和睦的形象出现在巴莱金夫妇面前，以此博得客户的好感与信任。随后他将相关资料递到许岩手中，许岩接过资料，仔细了解情况后，开始与沈浩明谈起收益问题。当得知沈浩明若能成功完成此次合作，将获得高达10个亿的收益时，许岩心中有了计较，他果断提出要100万的报酬。这一数字让沈浩明大为惊讶。做服装这个行业是很烧钱的，你100万砸进去，水花都看不见。这样吧，我给你1000万，我来入股。不过许岩态度坚决，他希望与沈浩明之间保持清晰的界限，只拿着100万佣金，其他的并不属于自己。就这样，曾经的真夫妻，如今为了各自的目的，变成了一对假夫妻。二人开始精心策划针对巴莱金夫妇的行动方案。第一次，他们以火热的芭比形象出现在巴莱金夫妇面前，试图营造出一种热情洋溢的氛围。然而巴莱金夫妇对此并不感兴趣。首次尝试失败后，许岩和沈浩明并没有气馁，而是迅速调整策略。他们通过进一步了解巴莱金夫妇的喜好，以暮光之城的形象再次出现在这对夫妇面前。这一次，他们的装扮和氛围果然赢得了巴莱金夫妇的喜爱。凭借这次成功的亮相，许岩和沈浩明趁机巧妙地打探到了他们所住房间的号码2132。于是第二天，二人特意入住隔壁的2130房间，为接下来的行动做准备。入住后，许岩和沈浩明精心准备了一份浪漫的蛋糕套餐，请给2132送一个最贵最好的浪漫套餐，记得在蛋糕上面写着 I love you 几个字。他们安排酒店工作人员将蛋糕送去巴莱金夫妇的房间，很快蛋糕便被送到了指定地点。巴莱金的妻子看到如此浪漫的场景，顿时满心欢喜。等到时机成熟之后，许岩和沈浩明便来到巴莱金夫妇的房间外敲门。进入房间后的许岩看到蛋糕已经被吃了一部分，说到这个浪漫套餐原本是自己订的，却不小心送到了隔壁房间。看着已经被享用的蛋糕，许岩又大方地表示，这个蛋糕就送给巴莱金夫妇，希望他们能度过一个美好的2人时光。同时他还热情地邀请巴莱金
夫妇晚上去酒店的草坪上观看节目。巴莱金夫妇欣然答应，于是众人顺理成章的约定晚上一起去草坪。夜幕降临，众人如约在草坪上见面，相互认识后便开启了愉快的夜晚生活。台上精彩的节目正在上演，其中一个环节是邀请观众进行情侣默契考验，获胜者可以获得精美礼物。巴莱金夫妇自告奋勇，第一个上台尝试。这对恩爱的夫妻果然默契十足，在你比划我猜的游戏中迅速猜对了题目，引得台下阵阵掌声。然而就在巴莱金夫妇进行第二个游戏时，场下的沈浩明和许岩之间却产生了矛盾。沈浩明突然提及二人离婚的事情，言语间似乎带着一丝埋怨。许岩听后真诚地说道，二人之前是在相互利用，但他的内心深处确实一直爱着沈浩明，自己拼尽全力想要挽回这段感情，付出了无数的努力，可最终还是没能改变离婚的结局。你在外面创业，你所有钱都打水漂了，只有我能救你，知道吗？你凭什么高估你自己？你又凭什么贬低我？我告诉你，想要投我的人都排着队呢。你要投啊？你排队好了。哎，你们夫妻俩要不要试一试啊？很好玩的。我们很好玩的。你要来吗，老公？来啊！叶静怡小姐，你愿意嫁给我吗？王静。是谁说真心相爱不必朝夕相守？人生无怨无悔为你守候，他是否天真如我？相信你的永久，给你最多的自由，任你随意将感情挥霍。叶静怡小姐，你愿意嫁给我吗？我愿意，我愿意一生一世和你在一起。我爱你，王静。我也爱你。不必再说你爱我，如果爱不能长久，我不要一时的快乐，只希望真实的拥有已足够。真心相爱不必朝夕相守，忍受你给的寂寞，无怨无悔为你守候。他是否天真如我？相信你的永久，给你最多的自由，任你随意将感情挥霍。不要再给我承诺，你已经将我伤透，心碎得太彻底，面对明天如何继续？不必再说你爱我，如果爱不能长久，我不要一时的快乐，只希望真实的拥有已足够。只是每当你深情凝视他的时候，可曾在他的眼中看见我的执着？你对爱如此的探求，我给的再多都不够。不要再给我承诺，你已经将我伤透，心碎得太彻底，面对明天如何继续？不必再说你爱我，如果爱不能长久，我不要一时的快乐，只希望真实的拥有已足够。
求。我不要一时的快乐，只希望真实的拥有已足够。倩倩，倩倩。太太早，张妈辛苦了。妈，看见倩倩没？没有啊。张妈，你看见倩倩了吗？没有，我很早就起来了，也没见她出来过。奇怪，去哪儿了呀？给她打个电话呀。打了，没人接。那可能她有事儿了吧？我们先吃饭吧，来。经理，说好了，你结婚的时候我一定当伴郎。你就这点出息啊？啊，我出息很大的。准备收拾东西，跟我去新公司。好。我吓到你了吧？你是指什么？我的突然出现了。你不是告诉我永远不回来了吗？怎么突然回来了？收到一个朋友的电邮，回来看看他，也想看看你。怎么样？过得好吗？有没有想我？如果没有也可以。有。那为什么不辞而别？离别的方式有那么多种，你为什么偏偏要选择这一种？你能告诉我为什么吗？因为我不知道我们在一起是对还是错，我也不知道我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方式去离开你。所以你就选择消失。你知道吗？每天早晨，当我醒来以后，都不知道自己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我觉得我这一辈子永远都不会幸福了。对不起。我不想听对不起。我找了你很久，后来我才听说，你们的工作考察团已经离开了。我忘不了你，王静，你不是跟我说过的吗？是我让你知道什么是爱情。你说还要带我去很远很远的地方，一个让人找不到的地方，安安静静的度过余生。你都忘了吗？你真的忘了吗？没有，我什么都没忘。那你为什么要这样伤害我？伤完了之后还说要让我幸福。我这次来找你，就是想问清楚，你曾经口口声声的说爱我，是真心的，还是出于一时之快？喂？什么？公司的客户打起来了？好，我知道了，我马上过去。倩倩，我得走了，公司有点急事，我得处理一下。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你让我怎么回答你？我不是一个贪图一夜情的男人，
我也不是一个冲动的男人。之所以我跟你在一起，是因为我是认真的。那现在呢？还爱我吗？爱，我从来没有忘掉过你。这是我公司的名片，有什么事打电话给我。今天晚上我们还在这里见面，好不好？好。静怡，你终于接电话了，你在哪儿？我在往日时光。啊？在哪儿？怎么了？你回头看看。你怎么在这儿？你怎么也来了？我来我男朋友这里拿东西，他不在，我就想在这儿等他一会儿。对了，昨天晚上怎么没有回家？静怡，你送我回家好吗？我东西……算了，让我男朋友给我送过去吧。走，我送你回家。怎么这么不高兴啊？又跟他吵架了？我要好好开导一下你，现在不靠谱的男人太多了。你觉得他靠不住？怎么说呢？要不这样吧，我让电梯男帮你看看，他分析人可准了呢。你把你男朋友叫过来。好啊。喂，你在哪儿？今天我有个非常重要的客户要见，咱们改天再见吧。可是我们已经约好了的。下次吧。喂，怎么，他不来吗？喂，静怡啊。今天晚上下了班有没有时间？只要我的静怡有时间，我随时都有时间。太好了，我好朋友心情不好，你能不能帮我开导开导他？没问题，只要我的小静怡不吃醋就好了。那好，我们就约在我们上次见面的西餐厅。好，拜拜。约好了。再等一下吧，我们还有一位。静，在这儿呢。静怡，这送给你。啊，好漂亮啊！哦，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就是我传说中的发小杨倩倩，电梯男王静。你好。你好。久仰大名。我们坐下聊吧。先生看着很眼熟啊。是吗？我觉得姚小姐看的也很眼熟。我们在哪儿见过吧？其实这个世界很小，说不定我们真的见过。那就算是缘分了。倩倩，我早就跟你说过，我们两个人的品味是一样的。哼，倩倩，你同意我们结婚吗？我要是不同意呢？跟你们开玩笑的，看把你们吓的！你真的把我吓一跳。来，我们点吃的吧。你来点，想吃什么就点什么。今天
是有人买单哟。我跟静怡的口味是一样的。如果你知道静怡喜欢吃什么，就一定知道我也喜欢吃什么了。给，试试吧。静怡，还是不要了吧。考验你的时候到喽。倩倩，这个3分熟的牛排好吃吗？我觉得血淋淋的。当然好吃了，不信你尝一尝。来，好吃，好吃吧？来，服务员，您好，有什么需要吗？意大利三文鱼，意大利奶酪，奶油蘑菇汁的意大利面，谢谢。啊，对了，还有白葡萄酒。老公，你太厉害了。静怡，你老公还真是了解你啊。那当然了。倩倩，你男朋友没有来？他来不了了。为什么？他有别的女人了。倩倩，你都知道了？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办？我，瑶瑶姐，我觉得他应该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吧？那是怎么样？我猜他是有什么难言之隐。我怎么知道他不是在骗我？别提不开心的事了。静怡，我们干杯吧，静怡。好。我去一下洗手间。倩倩因为她男朋友的事，好像今天不太开心。怎么样？她漂亮吧？哪有你漂亮呀？你在我心目中是世界上最漂亮的。静怡啊，我忘了给公司打电话了，我去找个安静地方去打。好。你慢慢吃啊。你为什么这么做？你大概不知道吧？你的未婚妻是我最好的朋友。你从一开始就知道我有未婚妻，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到底什么意思？我什么意思？你为什么要骗我？为什么一边说爱我，一边又要去娶她？你把2个女人玩弄于股掌，你就很有水平了是不是？你这么卑鄙，你把我们当成什么了？这1-2句话我说不清楚啊，你相信我好吗？相信你？我告诉你，你向叶静怡求婚的时候，我就在旁边。倩倩，我明天把一切都告诉你，但是我求你了，今天不要跟他说好吗？我求你了。你以为我会包庇你吗？我现在就去告诉叶静怡，我要告诉她，让她亲眼看一看眼前这个完美男人到底是一副什么样的嘴脸。还没吃，我给你拿着吃，来吃，我让你吃，我让你吃。哎呀，静怡呀，你也在这儿呢。我还有点事儿，你慢点吃，慢点吃。我站住！我打完你就站住！站住！站住吧！我站住！妈，
那是我妈。我先走了。你不是打电话去了吗？啊，对啊，打完电话之后我就上了趟厕所，结果听人吵架我就出来了。哎，倩倩他妈为什么？别问了，走吧。今天，谢谢你啊。谢什么？善待我的朋友。哼，当然了，他是你很特别的朋友嘛。没错，我们从小一起长大，就像亲姐妹一样。只是他的家庭变故，让他的性格看上去怪怪的。我觉得吧，没事，你回去吧。吞吞吐吐的，吊我胃口。真没事儿，回去吧。那个，倩倩今天说的，如果发生在我身上，怎么办？我们不会发生这种事的，对不对？不会的。嗯，晚安。妈，我回来了。哦，回来了。嗨，你饿了吧？我给你热饭去。啊，不用了，妈，我吃过了。哦，这个谁买的呀？嗨，那天我不是说我腰疼吗？任静怡就上心了，是她妈妈派人送过来的，费了好大劲呢。哎呀，我说不要不要，她死乞白赖的，非让我收下。哦，儿子。嗯，你怎么了？跟静怡吵架了？妈，没事儿。啊，你今天让我颜面扫地，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能活得自重一些？什么叫自重？我不懂，我就知道钱难挣，屎难吃。我要那么好面子呀，你早就饿死了。我宁愿饿死，也不愿意看到你那样子生活。你有什么权利指责我该怎么生活？哼，你比我好多少啊？真是50步笑100步。你不是也在做丢人的事情吗？我丢人？你干嘛背地里跟人叶静怡的未婚夫在一起啊？管好你自己的生活吧，别对我指手画脚的。你以为你是谁呀？我是谁？我是怀胎10个月，辛辛苦苦把你生下来的妈。我希望你幸福。天底下有几个做母亲的希望自己的孩子去当第三者？我不是第三者。你不是第三者，你跟王静干嘛呢？啊，倩倩啊，人家叶家对你不薄啊，你干嘛背地里破坏人叶静怡的幸福呢？你这叫以怨报德。他们叶家是因为同情我才愿意帮我的，在他们的眼睛里面，我跟街边的流浪狗没有什么区别。你见过谁给一个街边没有钱的流浪狗付过学费的？难道是为了他们的施舍，我就应该牺牲自己的爱情吗？那叫爱情，那叫偷情。你背地里偷人家老公，你自己能幸福吗？幸福？在你不管我的那天起，我就已经没有幸福了。你年轻时候犯下的错误，让我感觉到卑微低下。你是我亲妈，我也就认了。从今往后，我再也不要像以前那样子生活了。不管是谁阻止了我的幸福，管他叶静怡还是李静怡，我遇神杀神，遇鬼杀鬼。姚倩倩啊，你彻底疯了。从今往后，你就当我是疯了吧。
亲爱的，别难受了好吗？我没有难受啊，我只是回来看看我妈。我知道，你恨她。如果是我，我也会恨。不过倩倩，我们以前不是讨论过什么是幸福吗？幸福，不就是来自内心的平和吗？她老了，原谅她吧。行了，我知道了，我还有事，先不说了。不是你的男人，咱就甭惦记了。再怎么惦记，他也不是你的。我放不下，你放不下也得放。他马上就要结婚了，而且还是跟姐妹儿。为什么连你也这么说？因为你在犯傻。不及早悬崖勒马，到最后3个人都会受伤。你姚倩倩无非就是想要幸福，听这么下去还有幸福可言吗？我本来是想让你鼓励我的，没想到你给我泼了一盆冷水。你这么下去能解决问题吗？接吧。喂。倩倩，你今天有空吗？我想跟你聊聊，就在上次咱们见面的地方。好，谢谢。静怡啊。我们拍婚纱照外景的时间推迟了，我和妈先去做美容，你什么时候过来？我现在公司有点急事儿，等我办完事儿之后再去美容院找你吧。嗯，那好吧，再打电话，拜拜。要不你帮我这儿来住？你平时健身啊、练舞啊也挺方便的。再说了，你住他那儿，你们俩现在也是情敌，多别扭。我不，我就要住他那儿。我到底要看一看，这个男人是怎么同时爱上2个女人的。来付。我是那种为了钱而随便的女人吗？但是你留下来，我什么都给不了你。你不是说爱我吗？真爱吗？我是爱你，我无可救药的爱上了你。但是切姐，你要明白，爱和婚姻完全是两码事，至少对我来说是。没有爱怎么结婚？怎么生活在一起？怎么生儿育女？我可以，我就是不爱他，也可以跟他在一起，哪怕他是块木头，我也可以。王静，你宁愿这样，都不选择我。倩倩不是这样的，她
怎么跟你说呢？叶静怡是可以让我达到梦想的一条捷径，而你，我对你一见钟情，我感觉你就是我的分身，你特别像我，你就是我。你是说，你从来就没有爱过静怡？你娶她，完全就是为了钱？我会相信吗？如果我不回来找你，你还会对我说这些话吗？如果你还爱我的话，就请你相信我。等我达成梦想之后，我一定会娶你。我要你现在娶我。现在娶？我拿什么娶你？我有钱吗？想想你的母亲，她现在这个样子，你能舍弃她吗？你不能舍弃她。钱，对于我们这样的家庭人来说，太重要了，太重要了，你明白吗？